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间谍的部分，我们匪夷所思的部分是到底真实性有多少？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朋友大哥，您这是老国特哦，面对这种新的台谍哦，这尔虞我诈，我相信两岸的情报战一定没有停过，这我相信不用骗人，台湾不用说什么一定有没有，但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我们刚刚讲真实性的部分，彭家大哥您会怎么看呢？不论是人也好，或者说政治团体也好。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也好，他过去的一些经验呢，会对他的一些行为产生长期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起家的过程里面，这个所谓我们那时候叫匪谍，匪谍对于国军的渗透一直都是他这个能够在内战当中节节获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这一段的经历，使得说他始终把这个谍报战列为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作战的模式。第二方面，因为他自己这样搞，所以他认为说，国民政府台湾也会对他们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在过去两蒋时代，的确是。在这方面运用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随着这个两岸的开放还有就是说一个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这个我们动员戡乱时期结束以后那时候这个是李前总统时代那时候他就曾经有很明确的指示，譬如像我过去在国民党的大陆工作会，过去的国民党大陆工作会。是最早的特务单位那时候国安局还没成立那时候这个主要的对大陆的工作就是在国民党里面那么大陆工作会在我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有派遣还有敌后的派遣，而且还有大概100多个私事的干部，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大陆出任务的时候被中共破获逮捕的所以。这些过程，但是到了李登辉当党主席的时代，他就有很明确的指示。第一个，就说党不要再管这个情报工作，所以大陆工作会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完全交给了情报局或特勤室这些然后我们就专注在什么大陆政策还有就是说大陆情势的。一个研判大陆做这个工作，当然现在国民党大陆工作更完全改组了就是变成说跟大陆交流的这样一个单位，所以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国民党变了，台湾变了，中共没有改变。坦白讲，我们从解除了这个戒严以后，特别是东延戡乱时期结束以后。特别是所谓的9·2共识以后，我们对大陆的敌意大幅降低但是大陆对台湾的敌意，就说他的党政部门一点没有放松他非常的清楚的了解说，这个我就是要统一台湾他这个要并吞台湾要完成他所谓的统一大业这个目标。没有动摇过，只是说在不同的时段，他强调的是哪一部分，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段，这个情报工作始终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很遗憾的就是说，自从两岸开放以后，相对来讲，我方部分被渗透的远比对方要严重得多。所以说固然我们也有一些派遣，但是这样的派遣，在在马英九总统时代，他第2任以后，敌后派遣停止了，情报派遣完全停止。为什么停止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为了要营造这个国共的和谈等等的马英九跟习近平的见面，所以他做了很多那种说不好听就自废武功嘛不但说军队人数的大幅裁减
啊，不然后这个我们过去我们的云峰飞弹本来早都已经研发差不多了，在马英九时代就把它停下来了啊，然后情报派遣完全停止，不可思议，而且由于这样子，反而造成了说中共的这个对台湾的情报工作进入一个天堂期。什么叫天堂期啊？我说不好听点啊，全台湾最豪华、最高的那个建筑里面啊，中共一大堆人公开的在那边，天天在那里面的名店、名餐厅轮流吃好料。中共的对外的间谍工作，特别是对台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的惬意，这么的自在这么的安全过的。你说我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你又能拿他奈何？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地方这个在民主化过程，或者说在两岸关系这个改善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如果当你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你的观念不把对方视为敌人，甚至你要营造说能够两岸大和解两岸一家亲，然后可能会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台湾的心防、台湾防谍工作，那根本就是真的是完全所谓的自毁长城，完全这个完全失去了它的这个防敌的功能。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影响非常深远。这就是最近这20多年来不断的爆发台湾的台湾被中共间谍渗透或者说是有一部分人被收买的这种状况。但是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我们有很多台湾人，甚至于说某些政党，甚至于说某些政治人物，甚至于说某些学者、国家级的研究单位，我都不要点他名了从上到下一片变成了亲共的甚至于说舔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者，这个就是让人家很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因为家贼难防，外部进来的我们还比较好来那个，但是从我们自己内部产生的，那真的是家贼难防你想象不到。因为我出道很早所以这些过去在某个跟国安局配合的学术单位里面，这些研究员我都很熟嘛，对不对？那我跟明居正我跟他同年我们这个我比他出道还早他从美国回学成归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是少校了，所以说我们常私下聊，我们那个时代所认识的所谓的匪情专家，所谓的反共学者，现在几乎都一片红，只剩下我跟明居正老师我们两个，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还继续的坚持所谓的反共的理念，还有就是说持续的在关注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在各种节目里面大声呼吁？真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的中共对台的这种工作的对台湾的国家安全的影响。所以这部分实在需要光我们几个学者或我们一些人，或我们一些国安单位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大家全民大家共同来留意这个问题。至少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说台湾正在被渗透中。